说到长江上的大桥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，还有南京的长江大桥，这两道桥非常有名，我们也都去看过了。它们的历史大概是60年左右。那么在长江上面还有没有比它们更古老的桥呢？还真的有，它这个就是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金龙桥，在长江上游金沙江上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确切的说是142年。阿姨，你这个有多重啊？40-50斤啊，厉害呀！这是给羊还是牛吃的？给羊吃的。养了很多羊是吧？10多只。哦，那对，来看看这个桥的，这桥好多年了哈。好多年了。啊。我都不记得。你小时候就有了。我还没生就有了。啊，这个很重啊，感觉。他们当地人都是靠这种背东西的，在云贵川很常见。在这里待了2分钟，碰到很多这些背东西的。万里长江第一桥就在那个地方，下面就是金沙江，我们得走过去。来到这个地方不太好走啊，从丽江过来大概是2个小时，一路都是盘山公路，相当于从山顶绕到这个金沙江底部。一般这个河流嘛，都是属于在大山的最下面。我们前几天去看了怒江大峡谷，那个金沙江跟怒江还有澜沧江被称为是3姐妹花。桥就在前面，看到了没有？它是一座悬索桥。我们刚刚就是在山顶，然后一路绕下来，在山顶非常凉快，而到了这个地方就感觉很干热，所以呢，这里就种植了很多适合热带这些植物啊。你看玉米，前面还有其他的。在河谷两侧一般都比较炎热。从上面村子到这个桥，专门修建了一条道路，这是因为这座桥梁现在也算是全国重点文物。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可能还挺多的。在这里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得到，悬在长江金沙江上面。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，因江中沙土呈黄色得名。金沙江是穿行于四川、西藏、云南3省，它最后在四川宜宾与岷江合流，称呼为长江。长江的名字是从那里开始，所以说金沙江也可以称之是长江。金沙江的发源地也是长江的发源地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定于青海省的唐古拉山，所以说金沙江上的桥梁也可以称之是长江上的桥梁。在这里看这个金沙江的水，比前几天看的怒江的水稍微平缓一点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痕迹就是水流高的时候就到那边，现在可能是属于淡水期吧。这个就是万里长江第一桥，这个也是金沙江上游当年唯一的一座桥。在古代能够修建这样一座桥梁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座桥是修建于1880年，到现在已经142年的历史了。我们得去桥上仔细的看一下。那么这个桥为什么是修建这里呢？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。古代修建桥梁和现在不一样，因为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它一般选择桥梁的时候，可能就选择河面相对来说比较窄的地方。包括我们在陕西那边看到个黄河龙门也是如此。那这里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刚好桥的位置是金沙江这一段最狭窄的地方，同时两边呢是于石山，有天然的石头，就相当于可以做桥墩。那故而呢，桥梁就修建在这里。从画面中我们感官的话，这个桥宽度可能就100多。这边现在也正在打造旅游，所以呢正在建设，因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嘛。到了桥头这里，发现有个规定，就是说这个桥自古以来呢，就是人、马、牛这些通行，机动车还有自行车、电动车是严禁通行的。同时呢，这座桥梁它是有规定重量的，就不能超过26个人。在当年就能修建这种桥不容易啊！你看这些大石头，两边呢都是这种巨型的铁链。下面这个就是金沙江水，相对来说比较平缓。一般我们说它们3姐妹花，就是金沙江、澜沧江
还有怒江，水是比较急的。它这里是因为上面有一座水电站，所以呢，这个水就相对比较平缓。哇，这个太阳太晒了，暴晒啊！在桥头两侧都有这样一个小亭子，金龙桥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像一个弧形凹下去了？那么铁索桥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靠我们下面这些巨大的铁链来固定。铁链总共是18根，底下的话是两侧各6根。哎呦，好重啊！一根这样的铁链大概是2吨，铁环是500来个，然后左右两边上面还有铁链固定，所以说这个桥梁当时设计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你想一下，哇，提不起来啊，太重了。我们现在往桥的中间走一走，先下去是一个坡度，然后到了中间，到那边就是变成上坡。这个桥下面全是铺的木板，它下面我看了一下，还有很多钢梁，应该是重新进行修饰加固的。它100多年前下面应该不是钢，它可能就是铁链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木头或者组成。因为是在清朝末期嘛，1880年还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发达的钢铁技术。这边这个一根巨型的钢索，我手还握不住。那铁链我们刚才已经看了，差不多2吨了，而且有500多个。这个桥感觉特别稳啊。我们一般会说，在这种峡谷里面的桥梁，如果风一吹，就会相当于迎风飘扬一样的，它这里不会，上面有加固的，下面呢还有一层加固的。那这个桥梁的稳当就是这么由来的。你看看，我们说上面的巨型钢索，下面还有突出去的，还有一根钢索固定着，因为要不然如果这样山谷起风的话，桥会摇摆，但是它这里就不会。那这个桥梁140多年能够保存这么完好，也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这桥也算是一个木铁一起搭配的桥梁，跟前2年看的双虹桥很相像。大家走在这上面会不会害怕吧？因为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金沙江。尽管说这个桥梁感觉很稳当，但是呢，我们往前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些地方已经腐烂了。这里看的就是最明显。而且能够看到下面的金沙江水，所以大家如果走的话，还是走中间，两边的话要注意啊，因为这个腐烂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你看，全部可以拿起来，也就是说日晒雨淋嘛。下面就是江水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这座桥梁在以前呢是非常繁华，因为这里属于茶马古道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当。那么以前运输的话，基本是靠马匹。高峰期的话，每天这里可能有500到1000匹马这样来来往往通行。没有桥的话，就得靠摆渡、轮渡那些，那肯定没有这么方便了。有桥梁的话，怎么行驶都可以。这个当时是这附近的一个官员提督他建立的。因为他可能也看到这附近的来往不方便嘛。再这样看一下金沙江的江水，看起来是比较平缓，但是可能深度的话不得了，也是在峡谷当中。来到云南这边风景确实挺好看的。走到这个桥上，发现腐烂的地方还不少嘞，一块，前面也有，挺多的。走在这样的桥上面，看到这些腐烂的就会有点害怕，有点胆战心惊一样的。你像这里脚踩上去，我估计弄不好就会断。这里就是空的，你看一踩的话就麻烦了。他估计下次会经过修缮吧。我刚刚在走的时候，可能看着旁边没注意脚下，踩到了一块腐烂的，突然有一声声响，吓得我腿都发软。还好那个腐烂的程度不多，
如果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腐烂程度那么厉害的，那就危险了。所以大家走这个桥一定要小心，同时看一下脚下，多观察。这个是桥的另外一头，都是石山，相当于天然的桥墩嘛。下面这个钢索就是我们说的钢材固定的，不让桥左右摇摆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真的会动啊，等于是把它捆住嘛，拉住了。站在这个桥梁上看这个风景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我们说海风吹着，这里呢是江风吹着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们站在这里回想一下，在当年马匹往这里路过，那种铃铛声，是不是很清脆，让人有一种回忆到那个从前的感觉？我们前2天去了洛登古村，那里还有马帮那个行驶。那这里当年呢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马帮穿梭是非常大的。刚刚我们是在丽江的古城区，下面是金沙江，现在已经来到了永胜县。它桥头两边的布局都是一样的。那个这个亭子呢，估计也是新修没多久，下面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大型的铁链，然后这边呢，就相当于也是大山。它这里跟古城区有一个区别，就是这边没有人家，对面是一个小村落。它这里呢，可能要绕一段很长的距离才能找到村落。在桥头旁边有一条小路，这个有可能就是当年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了。茶马古道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马车的，纯粹就是一匹马在运送，就跟我们前几天去洛登古族看到那个马匹驮运东西是一样的。这边一路过去，行走在金沙江旁啊，看看这个山高不高，也有几百米啊。金龙桥我们就看完了。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桥，长江上现存最古老的桥梁，确实不同凡响。